和男朋友回家过年，他妈给我做了狗肉饺子和黄鳝鱼，我没忍住吐在地上。男朋友朝我大喊：你怎么这么无理取闹，笑死了！你知不知道黄鳝和狗肉一起吃会死人的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妙妙，今天是我来这个村子里第15天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逃跑，可我没想到他居然召集了全村的人把我抓了回来。我男朋友王福生是个高材生，不过他的家境不是太好，但这些对于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就算他家境不好，我也一样会好好爱他。尽管我爸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第一次去他家过年，他们一家子就刷新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。他家住在一个极为偏僻的地方，我足足坐了13个小时的大巴车才到他家的村口。下了大巴车后，我又足足走了1个小时才到他家门口。一路上，许多抱着孩子的妇女朝我看过来，我甚至还听到他们说这个村子里好久没来过新女人了。王福生看出了我的异样，安慰我说道：这个村子的女人就是这样，没文化，你不要和他们一般计较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进了他家门。刚迈进去的第一步，血喷溅在我的脸上，我大叫一声。王福生连忙从包里拿出卫生纸给我擦眼。泼我的是个女人，看到我这个反应，她有点不高兴了，嘟着嘴。嘿，她还不高兴了？不高兴的应该是我行吗？我这才见到王福生的妈妈，衣衫褴褛，不过那一头新中式的波浪头还是蛮好看的。这个村子看起来蛮先进的，这样时髦的头发只有外边才有吧。老四，快让你女朋友过来吃饭，他妈招呼着。我感叹着，终于见到了一个稍微正常的人了。我没空去换衣服，和他们一家人简单的打过招呼后，我便坐下了。王福生有3个哥哥，但是住在这个家里的只有他2哥，未婚，赌博，这是我对他的形容。不过此时他去外面耍了，还没回家。妙妙，我们家可是不常做这些吃食。他妈很热情，一会往我碗里加黄鳝，又是加饺子。不过黄鳝和饺子一起吃，我还真没吃过。我夹起饺子吃了一口，这是肉馅，但这个肉我却从来都没有吃过。我疑惑着把头转向门口，看到地下还有狗的毛发，难道这饺子里面是狗的肉？我没忍住吐了出来。男朋友见我这副模样，很是生气，但还是强忍了下来。妙妙，这是我妈妈辛苦做出来的，你不喜欢吃可以不吃，但你也没必要吐出来吧。我白了他一眼，狗肉和黄鳝一起吃是会死人的，也许阿姨不知道。我打算好心好意地告诉他一声，没想到他却对我说：我知道黄鳝不能和狗肉一起吃，我这是在考验你，只有你吃下了没死，你才能做我们家老四的媳妇。我确认自己听的没错，他居然让我吃这2种相克的东西，只要我不死，才能做王福生的女朋友。我把求救的目光投到王福生的身上，祈求他能为我出头。王福生皱了皱眉头，要不然你还是吃点吧，这毕竟是我妈的一片心意。我苦笑一声，王福生，你可是高材生，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你也信这一套是吗？但最后我还是没吃下那顿饭。王福生哄了哄我，我也消气了，毕竟对这样的陋习，我俩也没有办法。我坐在里屋的炕上，帮王妈摘菜。不过现在她看我可没有那么顺眼，她一边摘菜一边说：你没通过我家的第1关，你这个儿媳妇我是不会认的。你瞧瞧老3媳妇多乖顺。说着还不忘朝她那几个小姐妹点点头。
其中一个大妈说道：“对呀，我记得你家老三媳妇刚来的时候也不温顺，这不多打几次就没事了。女人都这样。”我确定我没听错，她说的是多打几顿不就好了。看来他们还有受虐倾向。大妈眉峰一转，将话题转到了我身上。城里来的好姑娘，看着真洋气。我微笑着点头。王妈不耐烦地出了口气：“好看有什么用？连我家最起码那关都过不了，还想当我儿媳妇？”有一瞬间，我特别想扔下菜就走，可我转念一想，准媳妇不受公婆待见，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反正我们年后就会回家。姑娘，你连基本那关都没过呀，这可不行。你要是熬过去了，就说明你命根子硬。哎呦，为首的大妈补充了一句：“那我要是忍不过去呢，不就一命呜呼了？”这农村的陋习，我是一点都受不了了。我把菜扔在原地，出门了。屋里的女人们还在骂骂咧咧，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激烈了。自从见我不吃她做的那顿饭后，他妈对我性情大变。可今天是腊月20，还有10天才过年呢。我无聊，便想着出门去看看这个村子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。我以前听王福生提起过，说他们这个村子里有个什么桃花峪，是个旅游景点。王福生此时和他的几个发小喝酒去了，并未在家。我打起劲，反正这个家也不好待，还不如去外面看看。这里去桃花峪有地标图，每到一个路口都会有指示牌。我跟着指示牌往前走，没走一会，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。这里荒无人烟，完全不像旅游景点的样子啊！我转过身，打算回家。突然，我能明显地感觉到我的小腿被人摸了一下。我低下头查看，可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可能是我自己的错觉。我继续往前走。你是王哥哥家新来的媳妇吗？一道软糯糯的声音传来，是一个小孩，但他身上的衣服以及乱糟糟的头发和这个声音一点都不匹配。不是，我是他的女朋友。我俯下身，把小男孩叫过来，给了他一颗糖。他接过糖，连声谢谢都没有说。他把糖放进嘴里，好像自己从来没吃过那般，来细细品尝这颗糖。姐姐，哥哥每年都会带一个女人回来，但是你是我遇到过最好的一个姐姐。你还会给我糖吃？每年都会带一个女人回来？不可能吧？王福生只有我一个女朋友的。我继续问，那些姐姐后来都去哪了？小男孩想了一会，嘟嘴道：“你要是想知道，就还得给我吃一颗糖。”我赶紧从包里拿出糖来，刚打算递给他，就被一道熟悉的声音打断：“妙妙，你怎么在这？”小男孩看到王福生来，被吓跑了。我手中的那颗糖停在半空，我努力调整自己的呼吸，努力不被他发现。王福生把我扶起来。小疯子，别理他，就喜欢找别人要糖吃。确实，刚刚王福生过来的时候，我看到的确实他很严肃的模样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个眼神。回到王家，天已经微微黑了，接近过年，天自然是冷的不要不要的。王福生带我回去烤火，说要给我暖和暖和。此时我心里也断定那个小男孩就是胡说的，他就是想要糖吃呗。没想到等着我回家的不是暖和的炉子，而是一大盆衣服。不对，不是一大盆，是2大盆。原以为肯定是王妈想洗，我也佯装一副想帮她的样子。阿姨，你放那，明天我来洗。王妈不知怎地突然笑了。不用明天洗，你今天洗不行吗？洗不完不允许吃饭。我朝王福生投去求救的眼神，回应我的却是无尽的冷漠。他拉着我的手，
妙妙，你先忍忍好不好？我妈从小到大带着我们兄弟4个不容易，你多体谅体谅她吧。啊！说罢，他妈搂着她进屋烤大火炉去了。我愣在原地，他妈这是嫁儿子还是给儿子娶媳妇啊？看着面前的那盆衣服，我就心烦，但也不能不洗。我叹了口气，准备下手洗衣服，刹那间，有个女人冲了出来，提着一大壶热水倒在盆子里面。我惊恐地看着女人，她被打掉了一只眼，还有一根手指。你谁呀？我被吓了一大跳，连话都说不利索。女人冷冷地憋出3个字：你三嫂。三嫂，她就是大妈口中的三嫂，打一顿不就好了？我看着她满身狼藉，看来确实没少挨打。我心里居然泛起一丝涟漪。姐姐，你身上疼吗？三嫂惊奇地转过来看着我，但又跑回了房间。奇怪，太奇怪了，他们一家子都挺奇怪的。我蹲下来洗衣服，盆子里的衣服我数不清有多少件，但是有内衣内裤我就有点受不了了，而且还是男人的内裤。我拿起来仔细观看，也不是王福生的呀，那这是谁的？他妈出来倒水，看着我正在拿着内裤仔细翻看，他一把夺过我手中的衣服，大骂一声，脑谋就走了。我不解，洗完衣服终于该我吃饭了。行，发霉的馒头，还有中午吃剩的菜，这就是我的晚饭。我把王福生拉过来，你妈就让我吃这些东西是不是？我忙了那么久，你妈就给我吃这个？我已经尽量的压低音量，王福生可就不一样了，嗓门还是很大。对不起呀，宝宝，我妈没来得及做饭，你先将就着吃点，我让她小点声。要是一会让他妈赶过来，他妈肯定又要喋喋不休了。这饭要我吃我也吃不下去，所以我干脆也不吃了。晚上我和王福生睡觉，屋子里很漏风，旁边就是猪圈。来这里的第1天，我就有点受不了了，我要回家。我小声地在王福生怀里呢喃，是因为屋子不隔音，我才这么小声的。王福生摸了摸我的头，你再忍忍，我们就回家好不好？到时候我不会再带你回来了。我点点头，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我爸妈是在城里开公司的，包括连锁店，全国差不多有几百家的样子，所以我妈也希望我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男人，可我偏偏找了王福生。我和我妈第一次提起王福生的时候，她就摸清了他所有的老底。看我这么喜欢王福生，我妈也没有办法，偷偷对我说，等结婚以后让王福生做上门女婿，并且给他3家店管生福。我妈说等咱们结婚后要给你3家店。王福生抱着我腰的手紧了一下，替我谢谢岳母。我有点不理解，又问道，你想谢谢我妈，你自己去，我可不替你，等咱们回家就结婚。王福生笑了笑，行。我就这样在他怀里睡着了，大概凌晨5、6点的样子，天还没完全亮，我就听到一声惨叫，随后传来锅碗瓢盆的声音，可我旁边的王福生就没有醒，还是睡得很死。我起身准备下去查看，等我走到外面时，却看到旁边屋子门外蜷缩着一个女人，是三嫂。我赶忙跑过去问她，三嫂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她捂着头不说话。我看见她满身的伤痕，这不是明显的被人打了吗？我脱下羽绒服披在她身上，屋里又传来一声怒吼，贱女人，连他妈儿子都生不出来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给我滚去猪圈！莫不是三哥回来了？我妈从小就不要我管别人家的事情，我也很乖乖的回家了。不只是什么原因，我最近变得很爱睡觉，总觉得睡不够。从外面回来后，我又睡了3、4个小时。完了，起来这么晚，他妈肯定
又要不高兴了。我赶紧穿好衣服出门，外面很热闹，还放鞭炮呢。正当我以为有什么节日庆祝的时候，一抹鲜亮的东西触点在我的眼球，染满血的羽绒服。羽绒服是我的，那血是谁的？该不会是三嫂的吧？我出门看到王妈头戴鲜花，笑得好不灿烂。我走到王福生面前，问他这是在干嘛。王福生也笑眯眯地回答我：三哥娶媳妇。三哥不是有媳妇吗？我再次问。死了。我惊了，明明早上5、6点我还见到过活生生的人，怎么才过了4个小时就没了？此时有个男人正穿着大喜袍迎接着他的新娘子，我没忍住，捂着嘴跑去了厕所。我头好晕，就先回去睡觉了。我的脑子里满是那是血的羽绒服，该不会是被打死的吧？我长舒了一口气，跑下床吐了起来。我猛然想起，大姨妈好像已经1个多月没来了，该不会中招了吧？我从包里拿出那只验孕棒，还好来的时候带了一只。等弄好所有的东西后，我静静地等待结果。3分钟后，验孕棒上显出2条杠，这是有了。我很高兴，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王福生。诺，你当爸爸了。我把验孕棒递给他，静等着他的反应。王福生接过验孕棒，看了一眼，冷声说道：不可能啊，这个反应是该有的吗？王妈也在一旁刷碗，听到我怀孕的消息，她也赶过来，拿起那根验孕棒。我的老天爷，就凭一根破烂棍子就能证明你怀孕，还想怀老4的孩子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我现在却没心思搭理他妈，而是质问王福生：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说我怀孕了，你说不可能，你是不想要这个孩子是吗？王福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连忙拿纸给我擦泪。妙妙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就是太惊讶了。第一次当爸爸，我有点不习惯。这样说还差不多。王福生扶着我回屋休息，我准备拿起手机给我妈妈报喜，没想到手机没了信号，居然连1格都没有。过了不到20分钟，王妈领着一个男人走进来我屋子。男人见我第一句话，脱掉裤子，把腿抬起来。我被弄懵了，还让我脱掉裤子。阿姨，您干嘛呀？别老带陌生男人回家行不行？万一是小偷怎么办呢？说完后，我才意识到可能有些过分，道歉的话语卡在我的嘴角。我倒是看到王妈眼睛眯成一条线。哎呦，你倒是敢教训我，你就凭一根坏棒子就能证明你怀孕了？谁知道你之前和哪个男人睡过？这是村头的医生，30来年的老医生了。你把腿抬起来，裤子脱掉，让他看看。我誓死不脱裤子。老医生无奈，只好给我把脉。什么土方法？把脉要把3分钟。老医生摆出一副文绉绉的样子，朝王妈说道：脉象强劲，看起来应该是有了。恭喜王大妈，这下他们总该相信了吧？王妈又问是男是女。这次老医生的表情有些为难，支支吾吾不敢开口。王妈看出了老医生的无奈，只能把他拉去外面问他。过了一会，我听到4个字：重金求子。我猜到王妈可能又要去弄什么偏方。今天是大年27，离过年还有3天。这几天里，我能明显地感觉出来，王福生可能并不想要这个孩子。于是我问他：你不想要这个孩子？他回答：我不想替别人养孩子。冷不伶仃的几个字瞬间把我拉进苦海。不想替别人养孩子，我不理解他这是什么意思。他起身就要离开，我拉住他的衣袖，等他给我一个解释。他也不服软，说道：你说实话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我的吗？
你在说什么混话？我大吼道。咱们每次做的时候，我都会戴避孕套。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戴了避孕套根本就不会怀孕。我嗤笑一声，也就是说，你不想认这个孩子，对吗？这可是你的亲生骨血。我笑了，买了明早6点的火车票，准备离开。可谁知6点会大雪封路，村子里出不去。也就是说，我被困在这个村子里了。我又无奈地提着行李箱回去。看到我回来后，王妈热情地上前接过我的行李箱。妙妙啊，是阿姨不对，以后阿姨一定精心服侍你，你就快点给我们王家生个大胖孙子吧。我不解，为什么一个人的态度可以转变这么快？王福生也很熟练地凑了过来。妙妙，我昨天不是有意说那种话的，我当时因为一些事情被弄得心烦，求你别生气好不好？妙妙说着，他又看向我的小腹。我笑了笑，没事，怎么可能没事？每一天里，王妈都会给我端来一碗药。我问她这是什么药，她只说是来求子的。我只当着她的面喝过一次，以后每次我都是拿来偷偷倒掉。我从王妈的口中得知，三嫂名字叫上官潇潇，嫁到这个家里3年，没有给三哥生下一儿半女。三哥很是生气，前几天把她给打死了。我想问些其他的东西，王妈却不愿意搭理我，独自下地了。我还知道，王福生的爸爸早些年去世了，是在煤矿厂搬砖去世的，这些都和我没什么关系。直到今天，我有听到老三房里传出些打骂的动静。过了20分钟，老三出去了，我站在窗户外面，很好奇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不知道是什么样好奇心驱使着我，我开门了，并且走了进去。是一个身体赤裸的少女躺在炕上，她的身上都是淤青。看到有人进来，她还是变得很警惕。你没事吧？我好心说道。女人突然笑起来，上下打量我。我们2个都是买来的，凭什么你比我过得好？凭什么？女人越说越狠，恐怖到下一秒就想将我撕碎一样。我往后退了几步。你别胡说，我是和我男朋友回家探亲的，根本不是你嘴中的买。那女的痴傻地笑着，看着我就像看着傻子一样。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们王家是什么好东西吧？不信你去外面打听打听，他们家是专门干……女人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窗外刨进来的石头给砸晕了。随后出现的是王福生。王福生看到我在这，很是惊讶的样子。你怎么在这？我要拿石子打麻雀，却不小心砸到了三嫂屋子里。三嫂还好吧？我有些心虚，自己先走出了这个地方。我尽量平复自己的心情，我长呼一口气，准备换下自己的睡衣，到外面去走走。我本来是想掏掏兜里有没有卫生纸，万一洗的时候不小心弄脏，可就麻烦了。可是我却摸到一个小纸团，我拿出来看，小纸团被卷了好几次，非常难拆，就差最后一层要拆开时，我看到了里面的字，红色的，分明是拿血写的字。快跑，逃出这里！里面赫然躺着几个大字。我害怕极了，纸团掉在地上，我蹲下身去捡，可是王福生比我先一步捡到这个纸团。他捡起纸团，看了2眼，问我这是谁给我的。我莞尔一笑，挽着他的手臂，我自己写的呀，在这里很无聊，手机信号也是若有若无，所以我直接和自己玩起了狼人杀。怎么了？你也想玩吗？王福生的面部表情慢慢好转，我知道他可能是信了。我在心里长舒了一口气，以后别玩这种小把戏了，确实是提心吊胆的。然后他把纸团塞给我，自己出去喝酒了。这纸条是上官潇潇给我的，
为什么要和我说这句话？还有老三，现在那个女人和我说我是被拐卖来的，这一切的一切，确实不在我的计划范畴之内。大年夜如期而至，按他们村里的规矩，我要和准婆婆去各家拜年，还要和她去吃肉。一提起吃肉，我心里有点恶心，但是不去又不行，我答应了。那天，王阿姨给我找了许多节庆的衣服让我换上，甚至还往我脸上铺了点老式的胭脂，打扮得这么漂亮，不至于吧？我们出门时已经晚上8、9点，一路向下就是广场。此时的广场上密密麻麻聚集着很多人。刚到广场，就有王妈的小姐妹在打招呼，让她过去。我自然也是跟在屁股后头。大妈们一见我，自然就开启了糖衣炮弹的模式。这不是你家那儿媳妇吗？是不是明年就该她了？该我？是轮到我做什么事情吗？王妈点点头，还不一定呢。现在就等着她肚子里的孩子呢。我找大夫给看了，说这一胎是个女儿，但是我天天让我儿媳妇喝药，保准生下来是个小子。大妈们一听更乐乎了，夸王妈福气好，这下可以长生不老了。说话间，我很无聊，便想着到处走走。王妈一开始不让我去，但还是嘱咐我慢点，别磕到她的大孙子。我没应声，独自在四周走。这个戏台下面便是公路，不过现在大雪封路，我只能看到底下是白雪皑皑的一片。突然，有个小孩子拽了拽我的衣袖：“姐姐，你怎么还没跑？”我回过头，正好对视上小男孩那双眼睛，很清澈，很明亮。我为什么要跑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耐心地回答道。小男孩用手挠挠头，很不理解的样子。可是每次过年和大哥哥回家的女人都死了，他们会被放在大转盘里，然后被活活剥开。听我娘说，吃了那个东西后可以长生不老。我愣住了，一个看起来只有5、6岁的孩子居然能说出这种话，他应该不是在撒谎吧？我蹲下来摸了摸小孩的头，那你知不知道哪里可以逃出去？小男孩摇摇头，显然不知道。我从兜里拿出糖，打发他走了。看来我真的是被骗来这个村子的。我压抑住心底的崩溃，冷声说道：“我不能死在这，更不能让我的孩子死在这。”没过一会，我就看到一个女人被绑在圆盘上推了过来，为首的应该是这个村子里的村长，他手里拿着刀，准备随时开干。我问王妈这是在干什么，王妈就说让我在一边看着，不要出声就好。台上的女人被堵住嘴，眼神里黯然无神。今年有2场大祭司呢，不知道下一个女人是谁。站在我旁边的女人说道：“2场大祭司。”我凑过身：“姐姐，什么大祭司？为什么会有一个女人被绑在上面？他们在干嘛呀？”旁边的大姐看了我一眼，笑了一下，随后上下打量着我的衣着：“你是新被买来的吧？这个村子里的传统，一旦发现那些出轨的女人，就要被活活吃掉。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可千万别出轨，自己好好待着吧。”我惊了，没想到这个村子里居然有这么多陋习。村长拿起大喇叭大声说道：“这是咱们村今年祭祀的女人，因为和村头的医生搞在一起了，简直有坏名声。今天咱们就让这个女人付出代价，毁了谁也不能毁咱们村子的名声。大家说是不是？”“是，杀了她，杀了她！”我天啊，怎么越说越离谱？就算她出轨了，也不至于杀了人家吧？村长莫名其妙地念了一串数字，手起刀落就要砍那个女孩。等等！我大声喊道。一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的身上。我支支吾吾：“那个，就算人家出轨了，
你也不能把人家杀了吧？”旁边的王妈拽了拽我的袖子说道：“大家别误会，这是我家新来的老四媳妇，她脑子有点不笨。”我皱眉，不理解王妈为什么要这样讲。村长摸着自己狭长的胡子，在我身上来回打量。王妈，你有好货，怎么还藏着掖着，不上报啊？王妈愣住了，而我还在原地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自从我来了这个村子以后，我就感觉女人像个交易品一样。下一个，你家的？村长道。王妈彻底愣住了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后知后觉的她站起来，扇了我一耳光，我的脸火辣辣的疼，同样也还给了她一耳光。我妈从小教我不受气，在我没做错的前提下，我是不会让别人欺负我的。王妈周围那几个小姐妹扶她起来，安慰她。其中一个大妈朝我吼道：“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人，男人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？”我正想反驳，没想到下起了大雨，居然在过年前一天下起了大雨。人们都说是不祥之兆，更说不祥之兆是那个女人招来的，要说让她自生自灭。等所有人走后，我找到那个女人，此时她还被拴在大转盘上，我解了好久才把她放下来。你没事吧？女人摇摇头，还是和小男孩一样的说辞，让我快跑，留在这里就是等死。我也想跑，可现在不是跑不回去吗？我回家时，女人拉住我的手，塞给我一包小药粉，说关键时刻可以保我一命。我向她道谢，自己回家了。回家后，一家子都整整齐齐地在桌子上等着我，甚至还有三哥和三嫂。王福生示意我过去坐，我刚坐下，王妈就起身，又给了我一耳光，声音很响，我几乎处于懵逼的状态。你又打我干嘛？我质问道。王福生看我这样，连忙坐下安慰我：“我妈这几天心情不好，你就先忍一忍啊。”我彻底爆发了：“王福生，你是不是有病？现在是我被你妈欺负了，早知道我就不应该跟你回这个村子。你们村子里太封建了，简直是不可理喻。就因为女人出轨，你们就要把人绑在转盘上，当着全村人的面活活生吃。”话音刚落，我的脸上又重重地挨了一耳光。我不敢相信，因为这一巴掌是王福生打的我。三嫂也吓得站了起来。我捂着脸，刚跑出门外，就听到后面有人快速跑来。我来不及回头，直接被他揪住头发，然后拽到屋子里，一顿暴打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醒的。当我再次醒来之时，这个屋子里密不透风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害怕的蜷缩在一起。早知道我就不该那么傻的跟他回家。现在我满脑子都是后悔。那么多人提醒过我让我快跑，我还是没有跑。但是那又能怎么呢？我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要跑出去。我摸了摸四周的墙，都是石头，下面还铺着一些稻草，抬头可以看到一点点余光，应该是地窖。门突然咔嚓一声打开，我抬头望去，阳光照得我睁不开眼睛，我只能眯着眼。好一会，我才看到面前的人是王福生，他手中拿着一个窝窝头走了过来，像扔给猪似的扔给我。吃吧，你应该很饿了吧？我白了他一眼，现在反抗他肯定还会得到一顿暴打，不如顺从他。我选择沉默。妙妙，真是不好意思瞒你这么久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回家过年吗？因为你的血吃了可以长生不老。我妈养我这么不容易，你作为她的儿媳妇更应该好好孝敬我妈，懂吗？什么？我确定没听错，他们是要喝我的血，还要搞什么长生不老？那喝血为什么一定要喝我的？王福生给我的答案是因为我是从城里来的，从小娇生惯养，
我的血是观音菩萨照顾过的，所以喝了我的血一定长生不老。废物，混账！我骂了一声。我承认，我是真没忍住。他笑了，缓缓抬起我的下巴。趁现在还有力气，你多骂我会，要不然，呵呵，等你到地狱里可就骂不到了。说罢，他起身，拍拍屁股走人了，就我一个人在地窖里。那一刻我绝望了，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逃出去。就在我心灰意冷，准备赴死之时，我在我兜里摸到了个东西，一包药粉和一个手机。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帮助。听到旁边有动静，我连忙把手机收起来。喂，林妙妙。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，我连忙抬起头，是上官潇潇。他怎么在这？他不是死了吗？你怎么在这？我明明看到你被打死了，还有，都是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都跑出去了，又回来干什么？上官潇潇和我隔着一堵墙，有一个小缝隙，我能感觉到他在说什么。我没死，老三以为我死了，就把我扔到这里。林妙妙，我是刑警，你别慌，现在只有我们合作才能跑出去。什么？他说刑警。他问我有没有手机，我把手机掏出来递给他，他很轻松熟练的就拿起手机发了条短信，但是没信号，现在只能祈求这些东西可以发出去，这样我们才能有救。他又把手机重新递给我，我还一愣一愣的。他又对我说，当时我外出任务活动，被拐卖到这里，一开始我反抗过，不过最后都不太好，现在老三又逼着我给他生孩子。笑死了，我怎么可能给他生孩子？当时我看到你来，整个人都快要激动死了，但我讲不出话，因为王妈给我灌了哑巴药。那天我给你塞了小纸条，本以为你会逃出去，没想到你也……我低下了头，我太傻了。王福生对我说，大年初五那天就是我的死期。大年初五那天来了，我很早就被绑在转盘上，难道我也要被押去行刑？事实的确如我猜测的那样发展。自从我上次替那个女生出头后，现在村子里所有的女性都对我另眼相看。我知道那个眼神是羡慕，是感慨，是反抗。我看着底下密密麻麻的人，有1/3都是妇女。算了，既然死期已到，还不如活得快活点。我来这个村子之前，确实不知道这个村子会吃人。你们有的是被拐卖来的，有的是被骗来的，我心疼你们。但我也希望下次再有人来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帮助他们。村里的男人看到我说这些话，都表示出无所谓的眼神。村长手起刀落，准备砍我。等等，有人开口了，是个女人，脸上还有一道疤。你们村子里做得够过分了。我们当初被骗来的时候反抗，你们就打我们。你们想娶媳妇，我们理解。但我们何尝不死，被家里人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呢？你们村子里没女人，你们就跑去外面买。这个村子里的男人真没用，啥也要靠着我们女人。可笑，说出了我的心声。有一个女人说，自然就有第二个女人敢说。一时间，村子里熙熙攘攘，大部分都是来自女人的反抗，她们打作一团，闹得不可开交。我在心里是高兴的，因为他们终于反抗了。女孩帮助女孩，一直都是信仰，但女生的力气还是没有男人大。没一会，他们就被制服了。男人们露出胜利者的笑容，村长给他们一一倒酒，他们全部都一饮而尽。刺死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瓮中之鳖，我觉得自己获救了，因为来之前我在他们酒里下了老鼠药。我嘴角露出一抹笑容，看着他们一个个倒下，我的心里快乐的无法用语言形容。原来一包小老鼠药就可以解决他们。
我好晕，看着腿上渗出的血，我更迷糊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我看到了警察，我是不是获救了？我再次醒来时，是医院，旁边是我的爸爸妈妈陪着我。妈妈说我用老鼠药把他们毒晕了，还是上官潇潇报的警，我们才能掏出来。我妈抱着我哭成了一团，我爸还是很镇定的。妙妙，你放心，爸爸一定想办法把这些人绳之以法。你在那里受到的欺负，爸爸替你报仇。我不争气地哭了。最后还是警察告诉我，这个村子里有2/3的女人都是被拐卖来的，现在大部分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家。我妈还告诉我，我是假性怀孕，这在医学上还是足够常见的。幸好我没怀孕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是留下这个孩子还是流掉了。警察提出让我去见王福生一面，我摇摇头，自己再也不想去了。后来听说王福生涉嫌诱拐妇女，被判处无期，这也算对其他人一个交代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